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粉发白西装美成洋娃娃，一个动作疑似隔空回应向佐。赵丽颖粉发造型惊艳亮相，直播中意外模仿向佐标志性动作，引发全网热议。向佐迅速接梗邀约合作，网友期待硬汉加甜飒组合，这场互动被赞为营销教科书。刚看到向佐喊话赵丽颖下次一起玩的话题时，小编十分震惊，从未想过两人会有牵扯。毕竟一个口碑爆棚，一个口碑忽高忽低，一起来看下发生了什么吧。5月8日，赵丽颖受邀现身品牌宣传活动，一头粉发造型成为热议对象。只见她身穿白色西装外套，配上粉发，整个人看着干练十足。赵丽颖每次出现都是全场焦点，不仅与她同台坐着的主持人好奇为何突然换发色，就连网友也十分好奇。她也当场给出了回应，因为没有在工作，换个发色也换个心情，并坦言这个发色不好维持，很容易掉色。赵丽颖直播间谈及心愿，自己想到处去看看，同时不被发现。老实说，她现在已经将新发色展现了出来，后期出门想不被路人发现很难。男主持人看到女神十分开心，上来就是一顿夸。他表示赵丽颖新造型宛如小女生，给人好乖的感觉。接着说，赵姐给粉色发色开辟了一个新通道，因为这一发色本身更偏向于甜美摇滚，放到她身上则看着很清新。说到这里，赵丽颖十分开心，谁料她突然低头做了一个手势，此手势全网都有印象，让人瞬间想到了向佐，因为这是她的标志性动作。网友们看到这个直播都不淡定了，大家的讨论点主要在两方面。其一，大家纷纷夸赞赵丽颖最新发色。有人说，赵丽颖真是重塑审美第一人，粉色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有点非主流，但是在她身上呈现的却是清新可爱，整个人看着像洋娃娃，完全是夏天的气息，看着心情都变好了。还有人表示，37岁的赵丽颖越活越年轻，漂亮的压根不像30+女性。此外，网友一致觉得这个粉色发色更能凸显她的绝美五官。其二，向佐被带火了，因为赵姐做了摸鼻梁的动作，关键是她在做手势时呈现慌乱小鹿般的反差萌。很快，作为当事人的向佐立马在微博回应，他表示没有必要害羞，找机会一起做可能会更好玩。针对其迅速接梗，网友觉得此事不简单，因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，赵丽颖作为顶流，言行举止都很谨慎，不可能突然来这么一下。再加上向佐的文字中明显有合作邀约之意，所以有人猜测后期可能会有合作。大家也十分期待硬汉加甜飒的组合，此行为一度被网友评价为互动营销教科书式操作。总的来说，赵丽颖和向佐的互动在小编意料之外，这次颖宝新发色上线之后，估计有不少爱美女性会借鉴。今天两位主角大家都很熟悉，先来说说赵丽颖，她的形象非常正面积极。虽然非科班出身，但她凭借扎实的演技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站稳脚跟，更是获奖无数。很多角色被赵丽颖演活了，比如陆贞、花千骨、楚乔、盛明兰等，这几个都有一共同点，就是很励志，从普通女性活成了人人羡慕的大女主。赵丽颖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绩，唯一被吐槽的可能就是和冯绍峰的恋情了。因为男方是人尽皆知的花花公子，虽是超级富二代，但性格偏柔软。两人结婚没多久又离婚了，赵姐一直忙于拼事业。再来说说向佐，他曾参加了演技类综艺，当时因浮夸表演频上热搜，网友直接调侃：厉害的老爸，强势的老妈，漂亮的老婆，没用的他。除了让人恼火的演技外，向佐的穿衣风格也挺辣眼睛，可谓是不走寻常路。他也出演了不少电影，
其参演的电影《门前宝地》倒是火了一把，主要是摸鼻梁这个手势被全网模仿，其中包括明星和素人。这次赵丽颖也在直播现场做了此动作，估计又要掀起一波模仿潮。在近日的一场活动中，赵丽颖以一头粉色短发搭配白色西装的造型惊艳亮相，宛如洋娃娃般的形象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她在活动中做出的一个摸鼻梁的动作，更是被部分网友解读为对向佐的隔空回应。这一系列举动不仅展示了赵丽颖在时尚领域的大胆尝试，也引发了关于她个人情感状态的广泛猜测。赵丽颖一直以来以甜美可人的形象示人，长发飘飘的造型深入人心。然而，随着演艺事业的发展，她不断尝试新的角色和造型，展现出多面的魅力。此次粉色短发的大胆尝试，不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，更是她内心世界的一次释放和表达。在接受采访时，赵丽颖坦言，只是想换个心情。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透露出她对当前状态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待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适时的调整心态，寻找新的突破口，对于艺人来说尤为重要。粉色短发的造型一经曝光，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有人称赞她勇敢尝试新风格，展现出独特的个性魅力，也有人表示不太适应她的这一新形象。但无论评价如何，赵丽颖敢于突破自我，挑战新形象的勇气，值得肯定。事实上，赵丽颖在演艺道路上的每一次转型，都伴随着外界的质疑和压力。但她始终坚持自我，不断提升演技，逐渐从偶像派转型为实力派演员，获得了业内的认可和观众的喜爱。此次的粉色短发造型，也许是她对过去的一次告别，对未来的一次迎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勇敢面对变化，敢于尝试新事物，才能不断成长和进步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赵丽颖的这一转变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新鲜感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。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适时的调整心态，勇敢地迈出舒适区，才能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期待赵丽颖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艳的造型，也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从她的故事中汲取力量，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话痨上线，王一博溶洞探秘变身开心果，边吃边聊停不下来。王一博在溶洞探险中直面恐惧，用幽默和行动化解不安。他怕黑却准备充分，害怕却毫不掩饰，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带来满满情绪价值，展现了一个真实、鲜活又勇敢的灵魂。我的个老天鹅，这还是我们的王一博吗？探索心境，画风怎么变了？怕黑怕虫的王一博果然有种，直视自己的弱点，直接冲入了溶洞。这次溶洞之行，王一博全然变了一个人，话超多，人也过度活泼起来，笑得也别样的开心。这样的他，跟雨林和雪山的迥然不同。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点，那就是他确实慌的一批，才会哼哼唧唧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跟随王浩进洞的他，其实内心深处早已经害怕了，不过是表面波澜不惊，内心波澜壮阔。这次笑点真的好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越艰难的环境中，王一博总能带来很足的情绪价值，这是给自己壮胆吗？他是懂得苦中寻乐的，怕黑是因为未知，没有安全感，他会寻找光，让自己不会那么害怕。所以这次王一博带了各种的手电筒、头灯，可谓是准备充分。在王一博这里，压根不会说谎，主推一个货真价实。王浩说这次去的溶洞你肯定喜欢，后来采访后才知道不喜欢。在溶洞中，让他唱歌来缓解一下氛围，他直接来了一句，还没有轻松到可以唱歌的心情，一门心思在打洞，干起活来那叫一个卖力。头一次在洞穴这种黑暗的环境过夜，所以带了帐篷。老师说一般直接铺得上就行了，但王一博完全没有，
他坦荡地表示，因为头一次在洞穴露营，帐篷能给他安全感。老师说我能理解，他笑了笑回答不，你可以说我矫情。吃到螺蛳粉，那叫一个开心。好养活的孩子，随处都给你来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。话也变得越来越多，会给自己加好多醋，因为喜欢。随后自己说提到醋，我嘴里都会流口水。更是在一顿大快朵颐后，意犹未尽地说还能再吃一碗，嘴上说着，顺道把手指头来回啃2口，看来是没吃饱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意犹未尽。后来看到他吃着大肉串的满足，一看一个不吱声，一吃一个香喷喷，他吃东西那真是一种享受。其实这个探洞过程很艰辛，纪录片很明显隐藏了危险性，还有环境带来心理的恐惧。王一博累到夹子音频频，腿环松了后知后觉，话也变得超多来掩饰内心恐惧和未知。渐入佳境，触底反弹，反而让王一博开始直视自我，不矫情，不做作，不内耗，懂得如何打开自己，害怕就说出来，因为未知才会好奇，一旦了解后，他就会果断面对，笑着面对自己的不堪，一无所知，更会调侃自己，反而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喜欢和佩服，越看越带劲，这个男人好鲜活，很有趣。当然可以，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标题话痨上线。王一博溶洞探秘变身开心果，边吃边聊停不下来所延伸的长篇结语和观众寄语，约2000字左右，无段落小标题。在镜头前一向以沉稳寡言著称的王一博，这一次在溶洞探秘的过程中展现了他少见的话痨一面，不仅侃侃而谈，甚至边吃边聊，时而认真讲解，时而插科打诨，像极了和朋友们一起郊游时最会活跃气氛的那个人。这样的反差感不仅让人眼前一亮，也拉近了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。在幽暗潮湿的溶洞之中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没有精致的灯光，只有原始地貌的奇观与脚步声的回响，但王一博的热情与轻松却仿佛点亮了整段旅程。其实，这种接地气的状态正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。他并不刻意维持某种完美偶像的人设，而是在镜头捕捉下露出真实的一面，会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会在吃到美食时开心的像个孩子，更会在聊到感兴趣话题时话匣子大开。这种毫不做作的状态，正是他长久以来被喜爱的原因之一。许多人喜欢王一博，不只是因为他外表帅气，业务能力强，更因为他在每一个场景中都能找到自己最自然的姿态，让人觉得轻松、温暖、有趣。探洞节目本身有一定的挑战性，狭小的通道、潮湿的地面、未知的路径，都是对身体与心理的考验。但王一博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还能主动带动气氛，从酷哥变身开心果，这份能量本身就值得被称赞。可以说，在探索溶洞的过程中，他不仅是节目嘉宾，更像是节目的情绪核心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赋予这个节目灵魂，也用行动传递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。这一次的话痨状态，也许只是王一博的一次自然流露，但背后其实透露出一个更深的成长轨迹。从最初舞台上寡言少语，总是被贴上高冷标签的他，到如今在镜头前逐渐松弛，自如地表达自己，他用时间证明了自己的转变。这种改变并不是人设的重塑，而是一种内在自信的外显。正是因为他已经足够笃定于自身的定位，才敢于松弛的表达，坦率的笑，随性的吃。这种松弛是成长的标志，也是一个人真正掌握节奏的体现。观众们在节目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话痨的王一博，更是一个在岁月与经历中不断积累、不断探索的青年。他在一个个看似轻松的节目中，其实也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。从演员到赛车手，从歌手到青年代表，从舞台王者到综艺氛围担当，王一博的角色正在不断丰富，他的公众形象也在不断丰满。有人说，真正的多面性不是表演出来的，
而是融进骨子里的气质。王一博正是这样的一种存在，他的多元、真实、不设限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，想要看看他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。溶洞探秘这样的节目，与其说是一次探险，不如说是一次心灵的放松之旅。当我们在荧幕前看着王一博吃得香、聊得欢、笑得甜时，也不禁在心底感到一丝久违的轻松与温暖。特别是在快节奏、压力巨大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像在城市丛林中穿梭的旅人，面对工作的挑战、生活的琐碎，难免疲惫。而王一博用一段溶洞之行，提醒我们适当慢下来，感受身边的自然与人情，也是一种力量。他不需要高谈阔论，也不需要刻意营造感动，只是通过真诚的笑容和自然的交流，就能让人产生共鸣。这种影响力是流量之外的温度，是偶像之外的温柔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粉丝群体越来越广，不再局限于某一类人，而是跨越年龄、职业与地域。因为他身上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艺人的成长轨迹，更是一个青年人如何在光环中保持初心，在喧嚣中守住本真的过程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观众说，王一博的话痨不仅仅是一次综艺中的表现，它其实也是他内在情感的一次释放，是他在经历成长与蜕变后的自我接纳。当你看到他在溶洞中笑得像个孩子，不妨也问问自己，我们是否也可以偶尔卸下负担，给自己一个大笑的理由？人生不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竞速，有时候真正的勇敢是允许自己在热爱中放松，在责任中前行。而作为观众，我们不只是在追星，更是在通过这样的节目与人物，看见更真实的人性与情感。这种连接，才是我们在这个碎片化时代最难得的慰藉。愿你我都能在这份轻松中，找回内心的自由与平衡。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王一博继续带着他的松弛感和热情感，陪伴我们走得更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